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春梅。今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不同的土壤类型，还有不好的土如何改善，这样才能种出更好的菜。我希望达到的目的就是，不管您在什么地方，当您看完今天这期视频，您知道如何鉴别土壤类型，知道您家里的土属于哪种，如果它不适合种菜，如何改善和提高它。如果您是第一次来，我这个频道分享的是我在英国种菜的经验、技巧和收获。我既种英国常见的土豆、西葫芦，也种英国不常见的，比如莴笋这种。然后我种新鲜的大蒜、盐糖醋蒜，我种花椒树，这是我的小花椒树，韭菜、野韭菜，类似这种。所以如果是您感兴趣和喜欢的内容，请您考虑订阅我的频道，我后面会有更多种菜相关的视频出来。我也感谢已经订阅了的朋友，谢谢您陪着我种菜，也谢谢您陪着我的小频道一起成长。好，下面我们言归正传，来看看今天的内容。土基本上可以分为3类，第一类是沙土，第二类是粘土，第三类就是我们最想要的土，中文叫壤土。我现在正好给这个多肉换盆，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多肉的土。你看它现在是湿的，但是我轻轻这样用手一弄来，它就都散了，都掉下来。好，我们来看这个土，你看我现在抓在手里，它虽然湿，但是它很散，你能看出来，你这样捏一下，你看一松手它就又开了，就这样。你看它，你不能把它弄成一个球或者什么。我现在来把手套摘了，就是用手来触摸一下它的质感，你这样摸到明显的就摸到有沙子在里头。这种土的好处呢，就是好操作，因为它很散嘛，不管你想翻土呀，还是不管干什么，它就好操作。然后它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春天来的时候，当气温上升的时候，这种土升温快，所以你播种如果播在这里头呢，它会就是发芽早一点。它不好的地方呢，就是它因为透水性好嘛，所以它的这个肥料养分都很容易流失，就是你浇了水它很快就变干了，所以天旱的时候呢，你就要多浇水，而且勤浇水，否则的话它就是里面的你种的菜它不好长。但是水你可以多浇，它养分也容易流失，所以这种土呢，它实际上是不适合种菜的。来了，好，我现在来给它浇点水，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就是这个水往下淌的速度。这就是沙土，刚刚我们看的沙土，然后我现在浇的是雨水。其实什么水都一样，就算你是加了肥料的那种液态肥的，你这样把它浇下去，你看很快就都淌没了。好，第二种，下面我们来看第二种。第二种就是粘土，我现在放在手里，你看到和刚才那个沙土不一样，它这个也是现在也是湿的，然后它有些小块块，你看，你能看到，像我手里现在拿一块，它有些小块块。这个粘土的一个特点呢，就是它很容易粘在一块，从名字你就能听出来。如果它湿的时候呢，就是你用手那样团一团、弄一弄，它就很容易成一个球。你看，像这湿了，你看它就成一个球了。然后如果是你家里的土呢和这个很像，你就可以试试这样能不能把它弄成一个香肠形状。如果能弄成香肠形状，就是弄成香肠形状，它不会散开，不会裂，基本就可以确定你家里就是粘土。你看像我这个还可以把它弯一弯，这样它都不会，它还能连到一块，这就肯定就是粘土。粘土呢，你能看出来，就是它保水保肥，所以它比较肥沃，这是它的一个好处。然后它不好的地方呢，就是它因为太黏了，尤其是湿的时候，它不利于植物这个根系的生长。然后还有一个不好的地方就是它不好操作，尤其是湿的时候，你千万不要去翻，在这个土湿的时候去翻地呀干什么，会把你累得腰疼。还有一点就是春天气温开始上升的时候，因为它内部水分多嘛，水的比热
高，所以它温度升得慢。你播种的时候，如果播在这种土里，它会发芽慢。粘土呢，它不仅湿的时候粘，它干的时候它也容易结成块、板结这种。你看，我使劲想把它捏碎。好，看完了前2种，我们现在来看第3种。第3种中文把它叫壤土，它是基本上是粘土、沙土和有机质的混合。它就是同时有粘土和沙土的优点，但是又没有它们的缺点。这种土呢，就是我们完美的种菜的土，它透水、透气、保水、保肥，同时又耐旱耐涝。这种土呢，很少见，很少见，就是自然界里的土，你很难找到，就是说，可能有些地方有，但是不多见。一般的我们见到的土，就是要么偏粘土，要么偏沙土。好，我现在抓起来给你看一下，像这种就比较好。你看，你把它现在也是潮湿的，它松散。你看，你不能把它弄成球或者弄成香肠形状，它摸起来了又不像沙土那样，就是说那么松散，水肥都保不住，因为它这里头有机质，它又可以保水保肥。这就是我们种菜想要的土。像你看，这是在我家后院，这是我就是说，因为我种菜很多年了嘛，慢慢把它改善出变成这种样子。然后我们在就是说在鉴别土的时候记到2点，就是我们想要的土，它是第一是颜色要深，基本上颜色深就代表好，就是它黑乎乎的啊，或者深褐色。第2点就是不管它干的时候还是湿的时候，它都不会板结粘到一块，它始终是松散的。记到这2点，基本上就是说就可以了，就是2个大的原则。好，我们现在知道了好土应该是什么样子，那么不好的土怎么改善呢？好消息就是一个办法可以改善这2种土，就是说相同的办法可以拿来既改善沙土又改善粘土。这个办法就是添加有机质。有机质呢，它是相对于化学肥料来说的，就是只要不是化肥，是有机的，你都可以叫有机质。这个可以是 compost， 可以是 farmyard manure， 可以是腐烂的秸秆、树叶，甚至厨余你发酵的自己做的堆肥，这种都叫有机质。有机质添加到沙土里呢，它可以帮到沙土保水保肥。添加到粘土里来，它可以把粘在一起的土分开，这样根部可以得到更多的养分和氧气，然后也更容易操作，它不那么粘。我一般添加有机质就是把它倒在土上，然后翻到土里头。好，您现在看到的是我在倒这个farmyard manure，我用的这个桶，你这样能看到大概的大小。一般这个我就是你看像这样，半桶、2/3桶，我一般就是添加到大概1个平方的地方。这个它是个大概的量，就是把它这样撒在地上，然后再把它翻到土里。这个不是像科学实验一样，你必须得多少，或者就是个大概的量，每个人就是说做法不同，添加多点也行，少点也行。然后把它弄匀，翻到土里就可以了。其他的有机质呢，也可以用类似的办法添加。就是我前面说了，这个有机质有很多种，你自己做的堆肥、腐烂的树叶、买的营养土或者farmyard manure这种都可以。就是它这种有机质都可以改善土壤。就这样翻到土里，因为翻好之后呢，就可以种了。因为菜长到中间或者开花之后呀，类似这种时候，你还要给它追肥。就这样。好，翻好之后就是这个样子。在我的另一个视频里呢，我当时讲了，就是我在家里种完菜怎么改善土壤。那个视频有点简单粗暴了，所以我这一期来算是一个补充。希望这期视频对您有用，然后如果您有任何问题，请在下方留言。好，谢谢您观看，我是春梅，咱下次再见。